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Amanda。大家小时候有没有听过妈妈耳提面命说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？所以今天我们来吃苦瓜。其实我自己小的时候是一个完全不挑食的小孩，就非常好养活的那种。但是苦瓜可以算是唯一一个我不吃的蔬菜。直到大概2年前，我吃到了还不错的苦瓜，感觉自那之后就整个人都改变了。从此我就认为苦瓜是一个很容易做的好吃的东西。那今天会告诉你们2个很简单快手的吃法。如果你也是不爱吃苦瓜的人，推荐你们也尝试一下，说不定从此会改观。首先处理一下苦瓜，纵向剖半，把里头的芯给挖掉。注意尽量挖得干净一些哦，因为这是苦味主要的来源。接着斜着切上薄片。特别怕吃苦的人呢，可以再给它一个步骤，去一下苦味，放入盐水中浸泡大概20分钟。盐水就是你尝起来觉得有点咸的程度就可以了。烧一锅开水，水里还是加一点盐。泡过盐水的苦瓜捞出来，直接放进去汆水。因为切得很薄，所以很快哦，大概30秒就要捞出来，沥干水。因为糙苦瓜的水里加够盐，苦瓜现在会变得更翠绿了，颜色是非常美的。趁它还热的时候，一半蒜头拍破丢进去，拌入蚝油2小勺，生抽2小勺，香油几滴，糖1小勺，白胡椒1小撮，再就是一些枸杞拌匀。拌好之后，你可以稍微尝一片，觉得不够咸可以加点盐，但是不要再继续加生抽了。因为虽然刚才的调料很简单，就那么几样，但是它们之间的搭配挺重要的。因为今天这个主要是用蚝油来调味的，所以呢，请一定选鲜味很浓郁的蚝油，品质好一点的。这个酱油的加入其实只是为了和蚝油去协同作用，并不是为了加强酱油的味道，并且也不希望酱油过度的染色去破坏这个苦瓜本身漂亮的翠绿色。所以不够咸加盐，不要再加酱油。另外就是糖的量一定要足，因为糖是可以抑制它的苦味的。这样拌好之后呢，不要着急吃，放到冰箱去冰镇一会儿，味道会更好。冰镇后呢，苦瓜会彻底的吸收进调料的味道，让它的苦味变得进一步的不明显。入口第一个感觉是蚝油的鲜，调味中的甜，只有后味才会有一点点苦的感觉。虽然看起来不太起眼的样子，但味道真的非常好，可以算是滋味丰富，但又很清爽，很爽口，夏天吃非常舒服。下面呢是一个很简单的小炒，是冲绳炒苦瓜。如果大家有去过冲绳的话，相信你一定吃过这道菜，这算是当地最有名的名菜了。因为冲绳当地产苦瓜，并且当地呢还很流行用那个午餐肉来烧菜。冲绳炒苦瓜就是苦瓜、豆腐、午餐肉还有鸡蛋炒在一起。苦瓜还是和刚才一样去腥，去死之后就开始来切了。之前我去冲绳的时候，看到当地的炒苦瓜都这么切的，就直接切成这种半圆形，比较厚的片。但我觉得，因为当地的苦瓜是很圆润、很饱满的那种类型，它切出来的半圆就弧度很漂亮。但我今天的这个苦瓜它有点扁，所以我觉得不太适合这么切。那我今天会换一种切法，这样中间切一刀之后呢，这样用刀斜着切出这种长方形的片来。这样切出来的苦瓜，我觉得它最后炒好之后会有特别脆嫩的口感。接着还是一个处理苦味的步骤，加一点点盐腌制一下，就这样1小撮，和刚才泡盐水是一个道理，但是因为现在苦瓜片比较厚，用盐直接腌效果会更好一些。大概15分钟之后呢，用冷水冲洗一下。接着准备一个超级懒人版的煎鱼高汤，用木鱼花1小把，直接浇上开水，大概100毫升吧，像泡茶一样让它泡一会儿。这个木鱼花的味道可以说是日式菜的味道基础了，最好是不要省掉这个食材。接着豆腐切片，选北豆腐，不能太软。午餐肉也切片，豆腐和肉差不多都半公分，不要切太厚。还是烧一锅水，加点盐。刚才的苦瓜放进去，再汆个30秒。因为这里不希望把苦瓜煮熟了，所以要立刻倒出来，冲冷水，沥干，起油锅，鸡蛋打散。油热之后炒蛋，蛋要尽量炒得蓬松一点哦，也就是油要比较热。炒好捞出来待用。接着锅不用洗，就用剩下的底油把豆腐和午餐肉下锅煎，用筷子翻面，让它们2面都煎到金黄，火可以稍微小一点。接着转大火下苦瓜，
稍微翻炒。刚泡过的木鱼花别忘了，直接把木鱼花捞出去，高汤倒进去，下生抽。味淋就是日式的甜米酒，没有的话可以用米酒加一点糖代替。稍微翻炒一下，鸡蛋回锅。因为午餐肉比较咸的，所以没有太多的盐来调味儿。之后装盘，表面可以再撒点熟的白芝麻和一点木鱼花做个装饰。这个菜虽然也挺简单的，但之前我在冲绳的时候几乎顿顿都吃，因为这个搭配就是很经典、很好吃的，会有一种吃不腻的感觉。这两个做法是不是都挺简单的？我觉得就很快手，平时随便吃都很方便。然后非常希望今天的节目呢，可以帮助不吃苦瓜的小伙伴去尝试一下。那今天就到这儿了，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YouTube 的观众你们好，如果还想看我做什么菜呢，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。喜欢我的节目或者喜欢我本人，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哦，每周3都会有更新。咱们下周再见了，拜拜。